哎，嫁我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解散妻妾的事儿，你又办得怎么样了？哎呀，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。啊，你这一去，把人家都轰走，哪有这好事嘛？既然如此，那也行。这就对了嘛。你既然不愿意遣散妻妾，那咱俩结婚以后，我也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。你敢？我杀了他！你愿意杀你就杀呗，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，那还有一个文之东、文之夏，这世界上的男人多了去了。哎，你杀得完吗？哎呀，我连你也一起杀了去！哼！哎呀，你对我干了什么？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？好端端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，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。你给我下了啥药啊？泻药。卫生间在那头。你这个傻女人，你给我等着！人呢？去哪儿了？这边，走。哎呀，给我解药。没有解药，拉完就完了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你！你看看你，又拔枪，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。哎，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？那你动不动还老给我下药啊？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？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，我也不至于如此。我都对你这样了，你还让我咋好好对你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？请我吃过西餐吗？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？同我一起跳过舞吗？不是，你说的这都是啥嘛？我不要你的钱，也不要你的权，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。我唯一想要的，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、浪漫的、你侬我侬的恋爱而已。乱来！哎呦，这什么话呀，真难听！什么乱爱呀，恋爱！哎，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。啊，不过我以前的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。我要是和他们一样，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？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。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？行，我就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乱爱，不，恋爱。那就是说，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？哎呀，那有妻有妾的咋就不能谈恋爱了嘛？哎呦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呀？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，你这有妇之夫跟我在一块儿，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？哎呀，快去吧，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兜子里了。哎，可来劲了，我得上毛子去。我没死。想好了没有啊？哎呦，罢了罢了，罢了是什么意思？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，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呀？等我一回去，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。哟，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，王厅长，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。楚小姐，我还想上一下毛子。哎呦，快去吧！哎呀，你干嘛呢？我回家。人呢？走了。走了。你又对他做什么？没做什么呀，是他自己吃错药了。
家里怎么有味儿啊？你该去洗澡了。真的有味儿啊！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，呼冤喊惨，说她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，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，而你就是那一只狐狸精，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。你好，文氏大药房。哦，王厅长啊，我看到了，很满意。晚上7点，好，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。嗯。有请柬吗？进去吧。楚小姐，例行检查。哎，我可是客人啊，不是犯人。楚小姐，我们也是例行公事。哼，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？历来如此。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还是打道回府吧。稍等一等，楚小姐，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！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，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，搞得跟坐牢一样，有什么情趣啊？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。不好意思，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，所以啊，不得不小心一点。王厅长，你既然这么胆小，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，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、姨太太们打打牌，更安全，不是吗？哦，楚小姐，请。哦，怎么，不搜身也不搜包啊？为了楚小姐，我愿意破例。哎，你这……王厅长，你为我破例，我也让你放心。这完全可以看出来啊，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吧？要不要再脱呀？不行，绝不需要。来，请入席。这有半个时辰了吧？嗯，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？这可不一定。就应该陪他去的。志秋，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。啊？我这不是紧张，我是担心。楚小姐，今天的菜如何呀？食材都很新鲜，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。那今天的酒呢？酒也不菲，但是更适合官场应酬吧，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。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。我对人更挑剔。楚小姐，尝尝这3盘菜。楚小姐，不知道这3盘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？王厅长，就您这些钱，我1年自己就能挣回来。哈，也就是说，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，您呢也不用给我钱，没准儿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。哦，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！哎，但我也是有条件的。哦，请说。您看啊，我有这些钱，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，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？你放心，
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哎，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。那你想如何？我要验资。好说，好说。夏老板，这时间还看账啊？有你担心就行了。楚小姐，请。怎么样？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？哎，这就不用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头都是账本。那我可就更想看了。为啥？你可不知道，我最喜欢看账本了。负债多少，利润多少，赚了多少，亏了多少，未来走势、真实家底，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。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？王厅长，这些东西再多，那都是死的，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，也只有活钱，那才能生钱，这才是你真正的身家。嗯，有道理。不过呀，我的这个账本啊，和别家的不大一样。怎么，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？我的账本啊，你如果看了，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。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？嗯。怎么样？你还算满意吗？哎呀，王厅长，王厅长，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。哼，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，您去年的收入，我能再帮你翻一翻。娘，哎，韶华到了吗？啊，还没呢。这都快到晌午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，可能是路上耽误了吧。少忠，少忠，去看看你妹走到哪儿了？我就担心别是陈家那老太婆把她给绊住了吧。哎呦，你这又是鸡又是肉的，这得花多少钱呀？一个大洋，花这么多？娘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，曾老爷给60个大洋呢。啊，也是。哎，我记得咱们家没有什么余钱了，你哪来的这一个大洋啊？我管冯大姐借的，回头还她不就完了吗？我觉得呢，最好是今天曾老爷就能下聘。我说你至于吗？啊？什么至于吗？我还不是给你妹妹面子呀！她那天特别跟我说了，不能让人曾老爷小瞧咱们楚家。来，换上。哎，换上呀！不换。你燕儿，曾老爷来了，快点！这么早就来了？娘，曾老爷，哎，曾老爷好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周燕吧？呀。你知道我？那当然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妹韶华她还没回来。不，你妹妹在不在不重要，有你在就行了啊。哎呀，曾老爷，你可真会说话。哎，曾老爷，屋里坐吧。请。那我先进去了。等，不客气了啊。哎，娘，烧水。曾老爷，我家妹妹提到您，真是赞不绝口，对这门亲事呢也是特别的满意。曾老爷，你满意吗？我当然满意呀。
您满意就好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妹妹说的时候，我还怀疑呢。今天这一看，果然旺夫已死啊！曾老爷，您可真会说话。哎，要不今儿咱们就把日子给定了？这么快？好事嘛，那当然是越快越好啦。你比我还急。你不急啊？人生的3大喜事儿，洞房花烛夜。怎么着？你都想到洞房花烛夜了？曾老爷，你可真有意思。不洞房花烛夜，怎么生儿子呢？对，生俩儿子。说好了，曾老爷，明年生儿子。明年？就这身材？等不到明年。你干什么？嘿嘿嘿，咱都洞房花烛夜了，有什么害羞的样儿，是吧？哎，这个老东西，看这笔要这么拿，看树，那给我真给我认上，那个树啊，就说那个媒婆啊，那脑子有问题呀、人家男人好好的，他把那个媳妇儿介绍给那个老头儿，那老头儿还上门提亲呢。啊，当着人家男人的面提亲，可不吗？到人家里还动手动脚的，真丢人！哎，娘哪个村子的事儿？楚少华，你干的什么事儿？你还敢算计我？楚少华，我这儿跟你没完！啊！我还跟你没完呢！你敢打我？我是你嫂子！你要真把你自己当成我嫂子，你就做不出来这种下流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婆婆和我弟妹都在场，我要是把你做的好事说出来，恐怕想打你的就不止我一个了。我那是为你好。哼，为我好还是为你自己好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周燕儿，我警告你，这次这事儿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，往后你要还想再跟我这儿打馊主意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行，楚少华，我也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我和邵忠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没你这门亲。干嘛？给我滚！别跟我得意，有你哭的时候。嫂子，你干嘛打他呀？娘刚才说的那事儿，那媳妇儿就是他啊。我一回来就明确告诉过他，我呢只想带着轩轩好好的过日子，其他什么都不想。他却编排我，想把我许给一个老头做填房，还想从中捞上一笔。那你又把那老头你介绍给他了？他要这么算计我，我也不可能客气。就是，你早说呀，老大家的！那刚才他进来，我就给他俩耳刮子，以为我们陈家人都好欺负呢。就是，活该。不是老大家的，那你以后你就不打算再嫁了吗？娘，我要真有这样的心思的话，我就不会跟我那嫂子有这一出了。老大家的，这些年大顺跟娘可是没白疼你哟。娘，别跟轩轩面前说这些。好，写的真好。从今儿以后啊，你们俩那个都吃精粮，陈家不缺这点。那娘，您能借给我20个大洋吗？借钱？嗯，绝对不行，这借钱说得出口。这些多少？死当还是活当啊？死当多少钱？活当多少？死当25大洋，活当15大洋。这些首饰，置办的时候至少得100大洋呢。死当吧。得嘞，破铜烂铁一堆，死当25大洋。等等，再加上这个，这么着，我再给你加1大洋，一共是26大洋。哎，
那大叔，您这一季大概能收多少子碗啊？1000多斤吧。全部给我吧，我按历史最高价3角5一斤跟您结算，怎么样？当真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立约为证，而且我现在就可以付您1成的定金。等齐州要事结束那一天，我将付齐所有的尾款。好，太好了！但是啊，我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就您这些子碗，不能再给其他人了。第二，您给先交货。第三，咱们之间所有的约定，必须严格保密，不能告诉任何人。没问题。用还没有交货的生药抵押，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。所谓抵押，不过是以物质钱。虽说生药抵押没有先例，但我手上这批子碗，的确是值350大洋的，并不违背以物质钱的根本。但是子碗的价格有高有低啊。那就按上一季子碗的价格2角1斤来计算，我手上这批1000多斤的子碗，价值怎么也有200大洋了。而药市上从来都是上一季涨的，下一季必跌；上一季跌的，下一季必涨。所以你们银号并无风险。我最多只能给你150大洋。也行。各位大哥，我这手上是1成的定金，一共是150个大洋。我也没别的要求，就是希望你们把手里这4000多斤的子碗收割之后全部都给我，账期到药市最后一天。我以这4000多斤子碗做抵押。最多给你500大洋。你们不用亲自到药市上去叫卖，也不会被那些药商联手盘剥了。我借4000大洋，以我手上的15000斤齐州子碗做抵押。15000斤，也只值1500大洋啊！这齐州的药市马上就要开市了，也不知道子碗的价格能不能涨点儿。你一个开典当行的，怎么关心起子碗了？你是有所不知啊，我手里面有1万多斤子碗呢。你还别说，我手里还有4000多斤呢。我手上也有齐州子碗，倒是不多，只有1000多斤。哟，奇了怪了，你们手上怎么都有齐州子碗？不会你们都要改行做生药生意吧？对呀，你们手上怎么也有啊？我的齐州子碗是陈家村的陈大少奶奶来抵押的。哎，我的钱也是放给他的，也是以齐州子碗做的抵押。不会你的生意也是跟他做的吧？坏了，正是他。那有问题啊！你要贷多少款啊？啊，我想贷5000大洋。这么大笔款，必须有同等价值的抵押，我们才敢放款。我这手上呢，有4万多斤的齐州子碗，至少价值8000大洋。只要齐州药市一开市，我就可以全部兑现。想让我放款给你，绝不可能！陈家大少奶奶，你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牌啊！我们几个在钱庄银号也算是经营了这么多年，居然都被你给骗了啊！得亏我们发现及时，看你今天往哪里跑！几位掌柜，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，让你们如此惊慌啊？你用35大洋骗了我150大洋，现在竟然还想从大发银号骗5000大洋走！赵掌柜，您这个骗子，我有点不服。请问，我跟您签约的时候哪一句不实啊？可是，哎，你拿着我们的钱打着滚的抵押来抵押去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！我虽然胆大，但是做的并未出格。你们这几家谁家定规了，我不能这样抵押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嘴还这么硬，哎，就是。你们的本金，我都用在了该用之处，而抵押给你们的子碗呢，现在都长势喜人，眼看丰收在即了，你们的本金和利银，也都可以圆满收回。哎，你们应该感到高兴吧？可你这么做，知不知道这风险有多大？当然知道。如果今年齐州子碗的价格跌破2角，那我就颗粒无收，你们也只能收回本金。但是如果跌破了1角8，那我们大家都有亏损，
呦，姑奶奶，这钱我不放了，你退给我吧。哎，我的钱你也退给我。听这话意思是要违约啊？哎，这话要是传出去了，正康钱庄和双福典当行的名誉可都是大打折扣的，而你们在这一行的名声也都会有损失。老孙老钱，稍安勿躁啊！不要冲动啊！哎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是区几百大洋，我可是上千的，我的也是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贷给我的款子，我已经全都给药农了，我现在身上可是一文都不剩了。你，我知道你在怕什么，您不是就怕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跌破2角吗？但我有办法，不仅让今年的价格不跌，我还甚至能让今年的价格远超历史最高价。有什么办法？其实去年紫菀的价格大跌呢，那都是因为药商们联手压价所致。那我们今年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呀，把价格抬上去。这怎么抬呀？那就需要李掌柜帮忙了。我？只要您能把5000大洋贷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菀都收完了，那今年齐州紫菀的价格就是我说了算。贷给他，老李。不是，你们刚才还在这……哎，老李，你必须得贷给他，要不然我们大家都完了。 5000大洋呢？不是还有4万斤的齐州紫菀吗？那万一卖不出去呢？卖不上价了。哎呀，老李，只要你进来，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啊！这样吧，李掌柜，如果您肯贷给我，让我把这一季的紫菀都收完，那你们的利银，我可以再上付1成。老李，如果你现银不够，我可以拆借给你啊。老李，去年你求我办事儿，我可都答应了。今天是你还形的时候。不是，老李，别犹豫了，这买卖准赚，可以进。那5000也太多了，4000够吧？足够。小王，哎，大少奶奶，今天怎么样？哎，我跟您说啊，今天来了好几波客人，价格给的都挺高的，最高开到4角一斤，让我按照您的吩咐把他们都打发了。好。大少奶奶，我想问问，您到底多少价格才肯卖啊？大少奶奶，有客人。谁是主事的？是你。易掌柜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长出息了。我说怎么着，这个齐州城的这个紫菀看不见的，原来都在你这儿啊！哎，请坐。是啊，一共10多万斤吧。哎呀，你自个儿收这么多，卖得出去吗？这不您都上门来了。我上门来了，我是听说你这儿好多货卖不出去，相邻相亲的，我是过来帮你个忙。这个价钱呢，就按去年的价钱，2角一斤，全给我啊。紫菀今日的最新价是4角一斤，而且还买不到。这种谣言你都信呐？我跟你说呀，今年的紫菀品相不好，价钱比去年还低呢。小王，把那个给我。是吗？咱不说这个了哈，我这个人呢心肠软，您呢也是年轻守寡也不容易，我再跟你加1角，3角一斤。你如果能卖呢，我就买；你要如果觉得不合适呢，我也不跟你啰嗦，我就去明关镇找那些药农。明关镇的紫菀，全部都在我手上。那就郑章镇。郑章镇的也都在我手上。我呀，不信。那要不要我把跟那些当地药农签的契约给您看一下？嗨，不用，这个契约就是按个手印的事情。这个事情我信你，你真不错，您厉害。谢谢易掌柜夸奖。那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1角，4角，那可比去年翻了1倍了。不好意思，易掌柜，
今年的紫碗我不卖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给我端起架子来了？陈寡妇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怎么说话的？易掌柜，要是没有其他的事的话，您请便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赶我走啊？哎，我说陈寡妇啊，你不要以为你有这10几万斤的紫碗，你就奇货可居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易掌柜一句话，全齐州城所有的药商不敢买你1斤紫碗，信不信？我信。易掌柜的威风，我也领教过的。这不结了，也就是我诚心诚意的买你4角已经可以了，赶快把这个东西卖给我好了。可是我今年就没打算在这齐州药市上卖紫碗呀。什么？啊，要不我干嘛把这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呢？药棚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！你一个年轻小寡妇，长得又漂亮，在这个闹市上沿街叫卖，会毁了您的名声。在这么偏僻地儿，谁来呀？也就我，只有我买你的紫碗，要不然你卖给谁呀？易掌柜，我实不相瞒啊，我打算把这些紫碗卖到上海去，就是不知道上海的药商是不是也听易掌柜的指挥。卖到上海，你还南京呢！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要卖我就买，你要不买我就立刻走人。我数1、2、3，1、2、3。老梁，哎，咱们走。老梁，你别拉我，你拉我也没用，说走就走。我觉得他是在唬我。她一个小寡妇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她能够攀上上海的药商，鬼才信呢。是，夏老板那么大能耐，也没说在上海打开局面，就凭她一寡妇。你赶快通知咱们联盟里边所有的药商，今年就是空手而归，谁也不能买他1文钱的紫碗。掌柜的，那个什么，空手而归，他们那边怎么交代？怎么交代？做生意就得熬，看谁熬得过谁。哎，大少奶奶，哎，其实4角1斤已经有的赚了，而且1把都能出去。那又怎样？我觉得可以买了。还不是时候。您真要卖到上海去啊？也许。1斤都没有。是，那怎么行啊？这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陕西，还有云贵川的客户，我2个月前就签了，定金都拿了。如果不能如期交货，那咱得赔钱啊！这赔钱那倒是小事儿，要是传出去，守元药庄1斤紫碗都拿不出来，这面子可就丢大了。今年紫碗欠收，那倒不是，不是那是为什么？背后有人搅局。谁？就是楚家有一闺女。这没几万大洋，这局是搅不动的。楚家这破落的都要卖招牌了，他能有这实力？说的也是啊，但是背后好像还有人。那他背后这人忒大胆了，竟敢跟我们守元药庄叫板啊！大掌柜，说说，是谁呀？这具体是谁呢？还不特别清楚，我就听那么一耳朵，好像是上海来的。上海？哎，难道是上海的田家？没准真是哎。这军需订单，上海田家已经插手了。难道这次
他们要插足这齐州要事。大少奶奶，咱们到现在1斤紫碗都没卖出去，你说该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一定会有人来买的。谁啊？守元耀州一定会再来。可是问题是还有3天，今年的药市就要结束了，那咱们跟药农的账期也到了，你说要不要打赌？今日之内，易掌柜一定会再来。但愿吧。哎，客官，你有什么需要？这么小的铺子，要做这么大买卖啊？夏老板，楚小姐，请坐。夏老板，请喝茶。同道最近会来齐州吗？他家老爷子中风好些了吗？夏老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楚小姐真是直爽啊！那我就再直爽一点，我手上有17万斤的齐州紫碗。夏老板，请开价。好，那我也直爽一把。不管上海田家给你开什么价，我都多出1成。条件只有一个，货我全要。紫碗今日的行情是5角。那我就给你5角5喽。成交。但我有个条件。请讲。我只要4角5一斤，但今日之内交付全款。是吗？我保证，全部都是这样的品相。成交。后续的事情我会让易掌柜跟你联系。没问题。但我有个疑问呐，本来你是要把这批货发往上海，为什么还会租这么一个小药棚呢？夏老板，我所谓的把货发到上海，其实是虚张声势。我跟上海田家没有任何关系。是吗？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4角5一斤，把所有的货都给您的原因之一。我不希望您觉得我是上海田家的人。那原因之2呢？3日之后，我要向所有的药农交付尾款，不然的话，手上这些所有的紫碗都要退回去，定金还不能退给我。那就是说，如果今天我不来找你的话，2日之内你也会来找我。是，但我知道，您一定会先来找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您一定对我很好奇。确实好奇。我现在更好奇的是，你欠药农多少尾款？9成。9成？对。啊，9成，你的进货价不会低于3角，也不会高于3角5，那就说明这一把，你用了6000大洋，就挣了8000大洋。我的本钱只有35个大洋，刨去所有开销，我的利润只有6000大洋。哦，说说看。以35个大洋做定金，可以签下350大洋的紫碗收购契约，再把这个契约呢抵押到钱庄，至少可以贷出150大洋的现银，然后以此类推。楚小姐，我有种预感，将来咱们会经常合作。谢谢夏老板赏识。可是你把这个底全交给我了，楚小姐，就不怕我反悔重新跟你谈价？夏老板，您要是真能反悔的话，那您就不是夏元了。哎呀，跟楚小姐做生意，真是愉快。跟夏老板做生意是我的荣幸。告辞。好，请。
大金啊，子晚的事儿我跟楚小姐已经谈定了，之后你们就直接联络。好，您放心。大少奶奶，高掌柜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们认识啊？老板，这位楚小姐她还有个身份，就是陈家的大少奶奶。啊？就是你从老许手里把军需订单给抢了？赶巧捡个漏而已。之前我也认为是赶巧，我捡漏，但今日一见，我不这么想了。老陆，把大少爷扶上车。看看吧，这是易大金这2年的账。大掌柜，这吃春堂的生意有点不尽人意啊。当年我收吃春堂，就是想借吃春堂的名头，在成药市场上有所建树。谁成想，这易大金可能不适合做药铺生意，但是生药批发这块儿也是业绩平平啊。对呀，这今年这齐州紫菀还被人用35个大洋偷袭了。是啊，幸好老板力挽狂澜。这个，你也发现了？啊，什么？哦，这有些账啊，看上去没问题，但是这前后一对比，老板有水分呐。我去年就发现了。去年？那应该去年就把它开掉。哪那么简单呢？你去年开它，齐州市场怎么办？池春堂谁管？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人接手，咱们损失会更大。可这吃里扒外的货就不能留。这我知道。老板现在可是已找到了合适的替手人选。你觉得楚韶华怎么样？娘，这药得喝到什么时候呀？宋神医怎么说的呀？人家说了你呀，你湿邪过盛，凝结成痰，阻碍经络，气血不畅，所以你怀不上嘛。你怎么你也得调理个半年，你这经络气血打通了，那彻底就打通了。打通了就能怀上了啊！你嫂子我可是指望不上了，我们陈家可就指望你这肚子呢。我可是花了血本了啊！你这肚子你要是再怀不上，你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给你打招呼啊！我可让我们二顺想别的办法。娘，我喝。娘，我回来了。嫂子，哎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这什么？打开看看。这么多钱啊！娘，你以后不用再为陈二顺不往家寄钱发愁了，这家我来养。你这段早出晚归的，你就是去挣钱去了？对啊，娘错怪你了。是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说了，您会信吗？娘，现在您相信了吧？这是相信，现在这相信啊！娘，这以后啊，我还会继续挣钱，您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。但是啊，往后我可能会越来越忙，甚至还有可能夜不归宿。老大家的，你去忙，这个家还有轩轩，你交给我，放心。轩轩呢？刚睡着啊，那就好。你坐下，娘给你倒水喝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来。
老大家的，哎，这把挣多少钱呢？有几千大洋吧。